我当时就说，我想要在家睡觉就有钱赚。结果我有2年半的时间，真的在家睡觉就有钱。你也睡太久了吧？还在睡吗？还要睡到什么时候？我再睡一下。该清醒喽，我要开灯喽！嘿，灵魂起床了！我是星际舰长，让我们一起遨游星际吧。我是观察员，每个时空的切片都有我的觉察。我是开灯姐姐，开启我们的神性与佛性。你知道吗？显化不是靠努力，而是靠频率。当你真正记得你是谁，宇宙就为你打开丰盛之门。而且你知道吗？真正的显化是当你跟宇宙同频共振，然后透过宇宙来跟你一起共同创造哦。可是我上次有个朋友，他说他想要显化一台很好的车子，但是呢，他怎么就没有显化成功呢？那原因是为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什么是真正的显化，然后还有真正的这个创造的丰盛是什么。那我们刚刚一开始是不是有讲到说，其实显化靠的不是努力，而是频率，还有一个重点是你要记起你真正是谁。对，所以重点是其实显化最不容易的并不是显化本身。对，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就很多人以为显化很难，但其实不是哦。其实显化最不容易的是你不知道你是谁，还有你要什么。这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个通病，对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显化啦，以我的这个视角来看，其实我们无时无刻应该都在显化。对，我们其实对不对？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显化，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显化来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显化应该算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只是我往往怎样显化出可能不是我们真的想要的。对，因为显化其实超级容易，就像刚刚星际舰长讲的，就是我们无时无刻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当下都在显化。那有的人会显化不好的人的显化好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是因为内在的频率，就是他内在的频率就会去显化相对应的人事时地物情境来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内在的频率是要怎么样去知道说，我现在频率是多少？例如我们来讲丰盛这件事情好了，我们先讲丰盛，因为很多人会以为丰盛呢是只是金钱而已，但其实不是哦。丰盛是在生活的各个面向，包含比如说金钱啊、健康啊、亲情啊、爱情啊、友情啊等等，它有各个面向，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工作、事业，这都是有非常多的面向。那我们用一个大家能理解金钱来说好了。如果今天这个人一直害怕没有钱，你觉得他的能量频率会高还低？应该很低吧。对，他的频率是什么？就是恐惧啊、担忧啊，然后对自己就是配得感啊、没有自信啊，对，这样子。所以这个以大卫霍金斯能量表里面有讲，就是都在200以下的频率。所以只要你的频率在200以下，那当然你就会一直担忧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这个大脑一直想我要有钱，可他内在的频率是我害怕没有钱，我恐惧没有钱。对，所以宇宙就给他要的恐惧。是因为这个频率在对齐宇宙的。所以也是这个感受，所以他内在频率是那种我很匮乏，我没有，我怎么办？我很焦虑，宇宙就把他所有的焦虑都给他，因为我们都以为是语言，但事实上不是。因为宇宙其实不知道你不要的是什么，他以为你要的是这些匮乏、这些恐惧、这些担忧，所以他就给你这些东西。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可能大家会比较理解。比如说现在开始我们专注不要想红色，不要想红色，不要想红色。请问你第一个想到什么颜色？红色，你是不是想到了？你是不是把它想到红色？对，因为就是红色。对，所以宇宙不是在听你语言的那个频率，不是不要什么。因为语言是我们自己人类在用的，但它内在就是我不要红色，不要红色，是不是很担忧？不要，不要，不要。所以有没有大家有一个经验，就是从小到大，如果在上课，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老师要开始点人，叫谁起来发言，然后你内在讲不要叫到我，不要叫到我，不要叫到我。你觉得当下你是担忧、恐惧，还是带着爱的？当然是很担忧、恐惧啊。然后老师就教到你了，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对，所以你看我就是这个就是很清楚明白，就是我们内在频率在对齐宇宙这个显化，所以这个频率就是在200以下，所以宇宙在对齐的是我们内在的频率。如果它是感恩我很有钱，然后我很丰盛，我很喜悦，然后钱为我带来所有的美好感受，那它就会去对齐了它的这个美好的感受，那宇宙当然就会给他所有的一切。所以不论是刚刚讲的金钱啊、爱情啊、灵魂伴侣啊、健康啊等等都是。所以要先从改变自己的说话开始，是吗？自己的表达语言用词。表达语言其实是一个可以从外在来训练我们内在的其中一个方式。对，这有点像是透由我们的表意识来去影响潜意识，但其实真正在对齐的是我们内在那个潜意识，那个频率。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觉察你的潜意识，就从觉察你的语言开始。而且你知道吗？像日本人啊，都很相信所谓的言灵，代表说你讲出来的话是有能量的。你就用一个方式去想，如果你说出来每句话都会成真，那你是不是会很小心去讲你所表达的每一句话？对，这真的蛮重要。像我们之前在教课，比如说我在教那个能量测试啊，然后我们在做一个能量肌肉测试的时候，想我爱你，我身体是有力量；想我讨厌你，你怎么出力就是都没有办法反抗，我觉得轻轻一压就下去，他身体是完全没有力量。如果是负面的语言，他会把你的力量拿走，他就会拿走，他会扣分。对，而且之前像日本有一个生命的答案水之道，他们不就是有去测那个水结晶吗？对，然后他有贴就是我讨厌你，我爱你，我感谢你等等，就是语言，他只是没讲出来，光有那个意念出来，他就贴在那个瓶子上面，水结晶就不同。有的会发臭，那有的就不会，就一样贴1个月。那一样我们的身体70%是由水组成的。对，所以当我们在讲第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以为在伤害的是别人，但不是，第一个一定伤害到自己，伤害自己，因为自己频率就被拉低了，频率被拉低。还有我们刚刚讲到大卫或金斯能量表，如果这个人容易处在自责的频率，什么都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那个频率只有30对，自责的频率好低所以很多人很容易自责。当然你在自责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对取宇宙的高频能量？所以很多人显化失败是因为他想要的在很高频才拿得到，但是他频率目前在这个阶段，对，所以他没办法显化他想要的。对，所以是频率的关系。频率的关系，但频率其实是很好调整的。当我们有一个臣服跟理性接纳，原来我现在就是在焦虑。当你有这个慈悲理解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频率瞬间拉到400、500，很快就是慈悲理解，就是你是带着理解而不是批判自己接受它嘛。对，完全接受它，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臣服，就是不要去抗拒它，不要去抗拒。我现在确实，我就承认接纳，而且它是那种接纳的，不是无可奈何的接受，不是摆烂。对，是我完全无条件接纳，我现在就是如此。当我这个理性接纳起来的时候，频率瞬间高达400、500。那当频率高达400、500的时候，频率这么高，其实就很有趣，就是我们的能量原本是低的，所以负能量起来的时候，你怎么让你频率变高？就是一个高频能量就可以综合的负能量，它就频率就综合下来。那它综合掉的时候，它是会完全被消融掉的，所以频率就会不见。所以其实把频率拉高也不是难事，对不对？对，不是用那种外在就是我要开心，我要开心，我要喜悦，我要喜悦，你就是还在压制你的内在能量，就不是那种很努力、很用力的那种方式。所以一开始我讲说，其实不是努力，是调整你的频率，因为你要很努力说你现在很愤怒，然后就说不行，我下一秒要开心，不行，我下一秒要开心，你根本开心不起来，因为这是假的，这不是真正的你内在的这个，可以理解，就不是内在频率。所以当你有一个理解，就是知道那我只要慈悲理解，我现在我很愤怒，那个愤怒有可能不是只有我的，它有可能是来自于其他时空的我的祖先，或者我 DNA， 或者是现在集体意识。对，那当你有这个明白理解的时候，高频能量，我理解到它可能不仅仅是我的情绪，然后这些很多可能也不一定是我的，那你的高频能量就在融化这一些，消融它，就理解它。对，然后先理解的时候，你的频率会先拉高到400、500，然后甚至你不需要去解释它。你知道什么叫不解释吗？就是不要去定义它嘛。对，就之前那个双生子燕、墨子他们不是也在讲不解释？对，那很多人讲说不解释，不是那个说，我今天出去了，老公问你说你今天去哪里？我不想解释，不是那个不解释那个不解释是你不再去定义它为什么会这样就一个资料而已。对，就是这样，就是让它句点的意思啦。句点就是很多人是当句点玩为什么会这样它就是一个频率，就这样，就是不要让它继续再下去了。对，它就停止了。然后这个停止很有趣，它就不会在刚刚你讲的跟宇宙在同频共振、共同创造，对，就不会
会再继续下去了。就不会被这个负能量再一直压低，然后在这个负面的循环里面。对对对，所以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频率，嗯还有之前我们在讲的是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也说的那个清晰度。对，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的是什么怎么办？这个议题蛮大，我们可以之后再拍。觉得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步骤好了，因为我遇过很多人，他跟我讲说他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对，那我就问他，那请问你不要的是什么？哦，对，我觉得这是你知道吗？练习。很多人我问他要的是什么，他讲不出来，但是我问他你不要的是什么，他跟我讲一大堆。对，你看有没有啊？你不要的反面就是你要的嘛，对不对？对这其实是很好觉察自己的一个方式。对我觉得这是比较落地，然后给大家实际去觉察你自己生命当中你真的要的是什么。你透过这个有点像筛选机制好了，比如说我不想要那么早起啊，对不对？或者说我不想要就是下雨天啊还要工作啊什么的，那你去看它的反面是什么，那你就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那这个会不会大家想说，其实我不想那么，我就想睡到饱啊，我也不想工作就有钱了，可以吗？为什么不行？对啊，可以就是说出来没有是不行的，没有什么是不行。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对啊这个刚好可以讲我之前的故事。所以其实你要对齐你内在诚实，就是内在合一，对齐也是很重要。还有你真正的那个感受，所以其实没有不行，是可以的。对那我之前就有这样子，就是真的，我当时就说我想要在家睡觉就有钱赚，结果对我有2年半的时间，真的在家睡觉就有钱。你也睡太久了吧？2年没有，就是躺赚的概念嘛也。是躺着赚是不是？没有，其实当时是那时候也是人家说，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在家睡觉就有钱赚，你可以发这样的意图。所以当时我其实是有一个工作是生物科技公司的讲师，然后我当时是都会要到中国大陆，还有比如说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去讲课的。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我来就是玩看看啊，在家睡觉就有钱。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要跟宇宙说，我要在家睡觉就有钱。然后我真的内在诚实对齐那个频率，果然我就没有出差了，我老板就没有派我出你那时候就知道显化这些了。对呀那时候你那时候我就知道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再出来教这些课。哦。对，但是我那时候知道这，我就觉得，你就自己好吧去验证，对，尝我很喜欢试看看。验证跟体验，我就说好吧，那就是这样子。结果5月到8月3个月，我就都没有出差，2个多月吧，算2个多月就没有出差。可是我每个月有底薪，然后我也不用进公司上班。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太无聊如果在家睡觉都有钱赚，那这样子有点无聊。我对就说宇宙我要出差，结果马上8月派一个出差去广州，就是飞去，然后呢隔天讲课，后天飞回来，然后又可以吃美食，然后那一趟很有趣，就是你又被招待啊，很多食物什么的，就是你真的对齐。然后后面呢，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对劲。后来我其实学了西塔疗愈，那是好早2019年的事，好几年前。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师在分享这件事显化，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你的一些潜意识信念，可能会更好。我说那怎么调整？他说那你可以去调整，你除了在家睡觉有钱赚，你可不可以去做你有热忱的事情，也可以有钱赚。我说好像不错所以我就2个信念同时都拥有，就是我想睡觉的时候就睡觉，我想要有热忱工作就有热忱工作。然后结果呢就开始2个同时发生，所以后来就发生了疫情。那一年年底，19年年底，所以疫情是你显化出来的。不是，那大家姐姐显化是我后来才知道，就刚我11月出差回来之后，突然就没有去中国大陆，然后突然中国大陆爆发疫情，然后是不是就一直2年多的时间，然后我就没办法飞过去啦。对，没办法飞过去，那我老板还是每个月付我薪水。就我很感恩他。对，所以这是一个显化。那可是同时，我不是说我当时学了西塔疗愈，然后后来我就成为西塔疗愈的导师，你就开始出来教西塔疗愈的课程。对，所以同时又做我热爱的事。我本来就身心灵就热爱，然后当然在这之前我有很多学习了，所以就刚好一起显化。所以刚刚讲睡觉就有钱赚，是真的有可能的要不然被动收入怎么来？所以如果有些人听到这一个有没有，他会觉得有罪恶感。对，这个就是你内在的频率，有没有？这个就是开始去觉察，这叫觉察。而且真的宇宙会对起你内在真正的渴望，就是你的想要频率。就像我那时候2年半，因为那一年我就开始觉得说，我领老板2年多薪水，这样子一直领下去好像也不太好，就开始就像你的配得感，对，就开始觉得好像不太好我想说好吧，我领到今年6月底就好。结果4月老板打来说，郭老师，我们就领到6月底，所以就被你显化成功。
所以你看，一开始对你讲的，不论是对好的不好，都是你的显化，有没有发现？而且当你的频率跟宇宙对齐，你就是跟宇宙一起共同创造。你看，想几月就几月，对，想领到几月就几月，真的，我就是很容易心想事成，对不好的跟好的都很容易同时发生。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你的语言，除了频率之外，你要注意你的语言，因为语言也会帮助显化成真，这件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去觉察你的感受。对，这个很重要，感觉你要因为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没有啊，我就很喜欢金钱呐，我就是爱钱，谁不爱钱呐？很常讲这种话。我觉得对，这个是一个迷思。对很多人以为他要钱，可是他可能更想要的是度假。他可能要的是那个感受。因为很有趣的一件事，比如说我很想要去巴厘岛度假，或我很想去关岛度假，或者是马尔地夫度假。那你其实真的要显化是要去度假这件事情，而不是显化钱。然后是不是大家开始脑袋打架？为什么不是显化钱？要有钱才能去度假？我告诉你哦，真正你有钱了，你不一定会去度假。就是大家以为像我就有还好。对，很多人以为有钱他就会度假，可是事实上你可以直接显化你要对齐的那个东西。对，然后你要去对齐，我可以去度假，比如说我要去度假1个月都没有人打扰我，然后同时我都有足够的金钱，然后照顾好我所有的一切，可以支付我所有的账单。你要显化这件事，有没有很清晰？凡事都有可能，对，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因为很多人会以为他想要度假要有钱才会去度假，可是他显化钱之后，他钱可能就乱花掉了。对啊，他就可能就不会想去做他那件事。对，他不会想要去做那件他真正内在渴望的事。所以你要对齐你的内在诚实，内在真正渴望的那件事很重要。你真正要什么？所以比如说这个人想要显化婚礼，结果他去显化钱，他要认为有钱才能办婚礼，但其实不是这样。你只要去显化婚礼就好了，那个婚礼就会所有一切都会来到他身边。对，例如。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分享给你的朋友。有可能因为你的分享呢，对方显化成功了，那这时候也算是你的法布施哦，你也可以增加你的福报，然后增加你的好的善的循环跟好的这个业力。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留言很重要。对哦，我们开灯姐姐每个都会看哦，我都有去回，我都很用心的回。开灯姐姐每个都会回哦，对，那还可以。如果未来很多不知道，我们尽量每一个都回。对，然后有一些网友有提问的，我们也会拍在之后的影片。对，无形当中都要回应你们。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拜拜。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啦，就是说那个白沙屯妈祖其实是跟三边妈祖好像是一起走的，对，他们是一起走的。对，所以其实他也是要让大家学习去互助合作。互助合作。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能力很好啦，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做搞不好还比较轻松，但是我们跟人家合作，是不是很多要磨合，有很多需要学习成长，这反而是一个修行的路。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所谓的利他思维以外，我们也是要有那一种就是那种合作的那种团队合作。然后你去就是更多人的力量，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就团结力量大。对。